表叔中了这么多年彩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肯定是知道的，在故意逗我们呢。他附到李婉明耳边：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我表叔表婶都奇揽无比，他们种地是看天吃饭，不讲究那么多的。可是这样种出来的菜能吃吗？能吃，就是不太好吃。表叔，你们卖菜的摊子摆在哪儿啊？我要和我们家的厨房采买说一声，让他们以后绕着走。耻辱啊，真是耻辱！我掌管王府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被人质疑我的办事能力，还绕着走，简直是我业务生涯上的奇耻大辱。急忙拉着李婉明离开，让表叔他们好好耕种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了。后天咱们不是要去花朝节吗？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。准备什么？直接去不就好了？我的好娘子啊，母亲大人也要去，总不好让她这次坐着牛车去长明大街吧？也对。长明大街繁华拥挤，牛车的话容易造成交通堵塞。那我让春桃去订一辆马车。李婉明说着，和萧静南一起离开，留下钟书和陆平、武耀继续对着一地的菜蓉苦笑。3月初3，花朝节，殿试在前天已经结束，皇帝点出了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他们今天就要和两榜进士一起，在这条京城最繁华的街道上打马游街。无数学子们寒窗10载，为的就是这光宗耀祖的一刻。客家的姑娘媳妇们一大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置，摩拳擦掌的想要给自己选一个合心意的夫郎。是的，大圣朝有2大选婿盛事，一个是春闱放榜，一个是花朝节游街。相对而言，春闱放榜的声势要小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尚未殿试，不知道3甲排名，挑夫婿就有些开盲盒的意思。花朝节游街就不一样了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大圣朝3位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已经出炉，此时再行择婿就是有的放矢，见了兔子撒鹰，绝对万无一失。而且在这里，择婿的方式与春闱放榜时不同，更文明，更优雅。春闱放榜是套头绑走，而游街择婿讲究的是制花。姑娘们先以书笺写上自己的姓名或者诗句，并将书笺绑在挑选好的花枝上，看见了可心意的郎君，再将花枝投掷给他。若那郎君也有意，就会收下花枝，之后登门拜访。制花择婿就是这么有格调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状元游街有这么好看吗？状元游街3年一次，他刚来京城2年，也是第一次赶上这种大场面。京城盛传，黎家女儿在皇榜底下捉回来的女婿，居然没参加考试啊！而且还是个穷鬼，还不喜读书，还病弱，还懒，还馋。皇榜下捉来的夫郎都是这个品质吗？不行不行，太不靠谱了。说起来，还是游街制花更有性价比。就这样，李婉明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榜下捉婿的口碑，并一手推动了游街择婿市场的繁荣。此时，罪魁祸首浑然不知，正满头大汗的和萧静南一起在人群中艰难地往前挤。尽管前面有武耀和陆平开路，但还是扛不住摩肩接踵的人潮。宁王爷说身体不适不能出门，而表叔说要在家里抓紧时间开荒。他的父母今早又接到急报，说军营中有要事，所以今天就只有他和萧静南带着宁王妃，还有2个表弟一起来看游街。人实在太多，李婉明渐渐看不到前面陆平和武耀，再一回头，发现宁王妃也不见了。这么多人，把我这位娇滴滴的婆母挤坏了，可怎么办？李婉明转身就往回走，一边拼命地在人群中寻找，一边在心里暗骂：到底是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劳什子游街啊？好好在家待着不好吗？娘子稍安，我母亲可能是想自己逛逛。这么多人，他能去哪儿逛？这家伙在想什么？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母亲的安危吗？表哥表嫂，这边。2人挤开人群，这才将李婉明和萧静南还有春桃全都从人群中捞了出来。李婉明理了理自己被挤乱的衣裳，看到武耀站的地方是一处清幽雅致的阁楼。暮云阁，传说中京城最贵的酒楼，非达官贵人不招待。这种地方是我们能来的吗？陆平和武耀把我们拉到这里干什么？暮云阁今天做活动，搞花朝节大酬宾，对于第88位宾客给予免单的优惠。刚才大伯母被挤到这里的时候，刚好第88位。武耀和萧静南对了个眼色。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啊。所以说，无巧不成书，天底下的事儿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巧合。节庆酬宾优惠免单，合情合理，天衣无缝。商户为了招揽顾客，搞一些返利酬宾之类的活动也是正常。暮云阁是京城最繁华的酒楼，它的返利酬宾自然会要的大手笔一些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消费全部免单。真的？真的？这样我就放心了。他随着萧静南上楼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。不愧是京城最贵的酒楼，果然格调高雅，不同凡响。婉明，过来坐。
李婉明看着桌上的茶碟，你们就点了这些，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是太亏了。春桃，去和小二说，把他们家的招牌菜全上一遍，再打包一套回去给公爹。这都免费了，还不敞开了点？光点一些茶水点心干什么？养鱼吗？必须上硬菜。宁王妃见他出来玩，依然惦记着生病在家的公爹。好孩子，快尝尝这慕云阁的栗子酥啊，是京城里做的最好的。李婉明咬了一口，是好吃。不过婆母，您怎么知道慕云阁的栗子酥是做的最好的？是听慕云阁的小二说的。他怕再在这里待下去，又会被李婉明看出什么来，便拉着他往外走。这里虽好，但终究太高，离长街有些远，看不清楚。不如我们去2楼大厅。2楼大厅也免费吗？是啊，今天咱们几个人的花费全都免费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2楼是一整个大厅，更加开阔，也更加热闹。萧敬南选了一张靠窗的位置，拉着李婉明坐下来。制花择序需要这么多花吗？生一支不就行了？嗨，这位娘子有所不知，往年虽然也热闹，但没这么多人。今年可不一样，听说今年的新科状元长得极是俊俏，连皇上和太后都称赞他的相貌呢。诸位娘子们手上带着这么多花，就是为了多扔几次，力求砸中他。那状元真的有那么好看？这当然好看，不好看能入皇帝和太后的眼吗？听说陛下为此还专门破格赐他金鱼袋呢。那也给我拿束花吧。这……他先是看了一眼萧敬南，片刻后他轻轻点了点头。没一会儿，一大束清香素雅的梅花花枝，还有精美的书笺和绸带，就送到了李婉明的桌子上。李婉明抽出书笺，兴致勃勃地写起来。娘子这是打算给自己换一个夫郎？不是，依依还没有议亲，我给她挑一个。还没等萧敬南松一口气，家里养了一个吃白饭的夫郎还不够，还要再养一个，我疯了。萧敬南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李婉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只见孙妙清跟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正从楼梯处上来。你都能来，我们姑娘是4品将军之女，为什么不能来？不过一个从4品，装什么啊？他话没说完，看到娥皇少女已经走到了窗边入座，急忙跟了上去。那不是吏部侍郎郭维的女儿郭新月吗？听说她一向眼高于顶，怎么也来制花了？你不知道，她看中了今年的新科状元，便想来长街制花讨个彩头呢。那她旁边的人又是谁啊？好像是宣威将军家的表外甥女，听说正在和他哥哥议亲。哦，宣威将军家也算门当户对了。切，那算什么门当户对呀？他自己的亲爹只是一个7品小官，不过是仗着和宣威将军啊有点拐着弯的亲戚，想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趁机啊攀一门好亲事罢了。怎么不会啊？说是议亲，但郭家大公子啊，可是到现在啊都没有托媒人上门呢。我看呐，这门亲事也就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，郭家可不一定能看得上他。哼，我说他怎么一直低眉顺眼的服侍郭二姑娘呢？像个丫鬟一样，原来是上赶着巴结未来的小姑啊！李婉明顺他们的视线看过去，果然看见孙妙清正在殷勤的给郭新月倒茶，完全不似对着他时的嚣张跋扈。可惜他不知道，京城贵女的圈子最看口碑名声，如此殷勤只会显得廉价，而廉价的名声一旦传出，京城贵女之中就再也没有她的位置了。来了来了，状元来了！游街的队伍终于走到这里了。怎么是他？正是他在国子监门口雇的，然后又在新婚当天抛弃的前未婚夫裴彦齐。这手气也太准了一点吧？怎么，娘子后悔了？这不是你的，是你的！指着李婉明的手不停的哆嗦。怎么了？这人我见过，他不是黎家三小姐成亲当天跑过去抢亲的那个郎君吗？怎么成了状元啊？对啊，就是裴公子。没想到吧？我们姑娘随手甩掉的男人是今年的状元呢。郭新月脸色大变，一瞬间，他看向李婉明的眼神带上了寒霜。李婉明如坐针毡，恨不得立即就拔腿逃跑。早就听说黎三姑娘绑下桌序，选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夫郎，没想到原来黎三姑娘还和裴状元是旧识。没有的事儿，那都是谣传。黎三姑娘是说你与裴状元并不相识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今天满街的女人全都是来看裴彦齐的，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说出自己曾经差点和裴彦齐拜堂，怕不是别想活着离开这条街。那刚才看向他旁边的丫鬟，春桃认错人了。啊，对，我认错了。他虽然不明白自己小姐为什么这样，但他向来与李婉明共进退的。可你刚才说裴公子，什么裴公子？哪来的裴公子？我没有说过裴公子，是你听错了。孙妙清忽然一脸察觉真相的表情。我知道了，定然是你倾慕裴状元，和春桃提起过，所以他才发梦说你甩掉过裴状元。李婉明成亲那天，他听说有人闹场，便过去看了一眼，
但是距离太远，没有看清，所以他也不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裴艳琪。呵呵呵，孙大姑娘的这个联想能力也是没谁了。诸位，我今天要郑重的声明一下，我上个月绑下捉婿，捉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位夫郎，并没有什么抢亲之事，我和裴状元也从来都不认识。另外，我一个有夫之妇，怎么可能再去倾慕别的男子？你不要败坏我的名誉。可是，俗话说，谣言止于智者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希望大家能够不信谣，不传谣，还我和我夫君一个清白。谢谢。那你弄这么一大捧梅花枝做什么？郭新月的视线也落到了那丛花枝上。李婉明打开上面的书笺，我是想帮我的好友柳依依指婚啊，这上面写的都是她的名字。心中大石放下，他的表情也马上恢复了惯常的轻蔑。切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认识状元郎？郭新月看到书笺便不再说什么。李婉明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感觉自己背心都湿透了。别说他们怀疑，就连我看到这花枝，也会是觉得娘子倾慕状元。倾慕个屁呀！李婉明拉着他起身，趁现在他们没注意，咱们快走。娘子不是说好要帮柳姑娘择婿吗？怎么不扔花枝啊？反倒要走？李婉明瞪他，怎么？难道娘子真的和裴状元是相识，怕他认出你来？这句话说完，大厅里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又回到他的身上。李婉明只好又灰溜溜的坐了回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看郭小姐似乎想看娘子之花，巧了，我也想看。李婉明转过头，果然看见郭新月正盯着他这边。郭新月还拿起自己桌上的海棠花枝，轻轻抛了下去。行，这下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了。扔吧，怕裴艳琪认出来。我这不扔吧，又显得我心里有鬼。终于一咬牙一跺脚，将手里的整束花枝全扔了出去。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横竖就这一哆嗦，反正都要扔，索性早扔完了完事儿。自从踏进长明大街，裴艳琪的心里就在叫苦。3月的花朵虽然已经开放，但是那些娘儿们为求扔得准，是连带着花枝子一起剪下来的。锋锐的枝茎有如暗器，射在她身上跟飞刀似的。她感觉自己这一路走过来，就像一个活脱脱的箭靶子。工伤，必须是工伤。回头去吏部报道，我一定要给自己申请一个工伤。忽然听到身后有破风声传来，就见好大的一束花枝像铁蒺藜一样冲着他狠狠地砸了过来。一瞬间，裴艳琪似乎听到了自己肩膀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抬起头，裴艳琪正对上李婉明惊愕的脸。对不住。他没想到自己砸得那么准。又是这个女人，她想什么？要谋杀前未婚夫吗？成亲的时候她抛弃了我不算，现在又跑来干扰我游街，我是上辈子欠她的吗？他真想冲上去好好的大骂他一顿，可是他不能，只能继续目不斜视，昂首挺胸，好像不认识李婉明一样，缓缓地从暮云楼下走过。李婉明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就说嘛，这裴状元怎么会认识他？说不定啊，是他自己在肖想裴状元。绑下捉去捉了那么一个夫郎，也难怪他会肖想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他那夫郎长得也不错，好像比裴状元还要好看些。男人光好看有什么用啊？不就是个穷鬼吗？看来这位裴状元是记性不怎么好呀，太无趣了。李婉明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他一脚。看来某些人最近日子过得太舒坦，尾巴快翘上天了。李婉明几乎是连拉带扯的将萧静南拽回了平康房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男人，让他好好的明白一下我金主的家庭地位。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们就是这么洗衣服的。他和萧静南走过去，看到刘嫂子正挽着袖子站在中间。真当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了，洗个衣服都不行，还想要烧热水？谁家洗衣服用热水的？烧热水不用柴吗？不花银子吗？真是不当家，不知柴米贵。这么身娇肉贵，你别住平康坊啊，你去住皇宫王府吧。我和宋婶啊，一直都是用冷水洗的，也没见谁的手段了。采薇和晴岚，李婉明之前在清辉堂见过他们。哼，你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呀？说了是夫人的衣服不能过冷水，需要用温水浸泡。哟，还夫人呢？不知道的呀，还以为是哪来的高门贵妇呢？不就是狼牙来的破落户吗？几件麻布的破衣服，说得多金贵是。说完，他把采薇手里的衣服抢过来，就碰冷水了，怎么着？你好了。萧静南开口打断他们。夫人的衣服都是云影纱的，一旦过了冷水就会发灰发硬，我们只是想让她烧些热水。我们的手都是用玫瑰花枝子专门保养的，娇嫩的很，怎么能干这种粗活？一个下人也敢指使我们，这婆子真是拎不清自己的斤两。三姑娘啊，不是老奴刁钻，是他们太过分了。这个说不能用水，那个说不能用皂角，还让我们找什么麝香做的椅子，必须一点一点慢慢揉。
这老奴在黎家呀，洗过不知道多少衣服了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要求。我说让他们和我们一块儿洗，他们不干，还说洗衣服是下等人才干的活儿，就得我和宋婶啊这种低贱婆子干。我和宋婶在黎家待了这么久，还从来没有让人这么欺负过呢。要不是怕姑娘在这没人照顾呀，我们今天就回黎家去。李婉明看到刘嫂子脚边的那好几盆衣服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李婉明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走过来蹲下，开始洗盆里的衣服。三姑娘，怎么能让你干呢？有什么不能干的？之前爹爹没有升官的时候，家里的活儿不都是我们3姐妹干吗？2位表妹，以后要是不想洗，就把衣服都送到洛雪轩来，我和夫君一起给你们洗，好不好？采薇和晴岚愣住。夫君，以后铺床叠被、扫地做饭、打扫院子，这些活儿咱们都干了，把2位表妹伺候得舒舒服服，好不好呀？好。他也走过来蹲下，开始动手洗盆里的衣服。采薇和晴岚吓了一跳。爷，表哥，我们来吧。李婉明的脸色却忽然一冷，站起来。怎敢劳动2位表姑娘动手？春桃，去拿2张椅子，让表姑娘在一边安坐。既然洗衣服是下等人才做的事，那夫君是农户之子，家境贫寒，想来也不是什么上等人。下等人替2位高贵的表妹洗个衣服，有何不可？2位表姑娘就在一边看着，若是她有一件洗的不符合你们要求，就让她全部重洗。我们有几颗脑袋，敢让世子给我们洗衣服？这要是让于嬷嬷知道了，我得打断我们的腿。2个人急得快哭了，却被春桃牢牢地拉住。表姑娘干嘛呀？我们姑娘说了，让你俩在旁边看呢。萧静南蹲在大盆边，足足洗了半个时辰的衣服，只洗得他双腿发麻，头晕眼花，2手红肿。就这，还是刘嫂子和宋婶看不过去，偷偷地帮他洗了一部分才完成的。李婉明就坐在旁边冷眼看着他，还让春桃拉住采薇和晴岚。不是不想洗衣服吗？那就让他们的表哥洗个够。李婉明心里很清楚，婆家的人找你麻烦，需要整治的其实只有男人。夕阳落下最后一丝光线的时候，萧静南终于洗完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采薇和晴岚哭得满脸是泪，春桃松开他们的时候，2个人都是膝盖一软。表哥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2位表姑娘要道歉的人，怕是弄错了吧？刘嫂子和宋婶受了你们好一顿羞辱，你们没有一点歉意，反而去和一个不相干的人道歉，为什么？是我们不懂事，别见怪。洗衣服原本就是普通人家孩子都会做的事，没有上等人下等人之分。你们这一房祖上虽说是富商，但今非昔比，现在已经是菜户，就该学着操持家务。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更何况儿孙辈的靠变卖祖产度日，说出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须记得勤俭持家，和顺齐家，诗书兴家，忠厚传家，才是一个家族兴旺的根本。是，我们记住了。说完哭着走了。见到2人的身影消失，刘嫂子和宋婶也讪讪地去了厨房做饭。今天陪娘子演了一出大戏，娘子不表扬我一下吗？你知道我是故意的。哼，敲山震虎，杀鸡儆猴，没想到娘子还懂兵法呀。只可惜我做了那只现成的虎，正好杀的鸡吗？我不是故意拿你做法子的。我知道，我最好用罢了。他清楚，女子在婆家受欺负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诉婆家人，只要敢欺负她，她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她嫁的这个男人身上。古往今来的婆媳矛盾，说穿了，不过是因为丈夫不作为。狗男人想独善其身，没门。不过今天这一仗，她的男人也很给力就是了。我们家我老婆最大，你们欺负她就是欺负我。其实我也没有打算让你真洗。他本来只是打算做个样子，等到春桃拽不住他们的时候，再顺理成章的让2个人洗。谁知道春桃那丫头那么实诚。气消了吗？李婉明回来的时候怒气冲冲的，他知道是自己在慕云阁的阴阳怪气惹火了他，便想多顺着他一些，哄他开心。现在气消了吗？没有，还很气呢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洗了半天衣服，可不能再跪搓衣板了。那就罚你喝3大碗苦苦的补药吧。刚才他已经让春桃去厨房煎药了，投桃报李，他护着他，他自然也体谅他。一瞬间，李婉明觉得自己的这个婚结得好像也不错。花朝节之后，李婉明的酿酒大业就要提上日程了。他之前在闽的时候，曾经以单粒入酒，酿出来的酒气味芬芳，口感回甘。不过那个时候用的是鲜单粒，而现在远在京城，新鲜的单粒肯定是用不过来的，只能试着用单粒干。他没有用过单粒干，只好一切都从头再来，一点一点的尝试，慢慢调整。李婉明让春桃买了10只大小不同的瓮，洗干净了，放在院子里晒干，然后便带着春桃出门了。他今天约了裴艳琪在鸿宾楼见面。京城卖酒的政策与闽地不同，需要有官府发放的牙凭酒牌，否则便会被视为是私酒，违反朝廷律法，是要被抓起来的。李婉明原本想着托父亲的关系搞到一张酒牌，但是黎如松是武将，和京城的这些文官不熟，而且黎如松要是知道了，袁夫人也肯定会知道，到时候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李婉明一直没有和他爹说这件事。
李婉明来到红冰楼，轻车熟路地上了2楼雅间。李婉明，你还敢来？李婉明第一次听到裴艳琪这个名字，是他正在国子监门口蹲神的时候。当时学子们除了读书备考，茶余饭后也总会讨论一下今年谁的学问好，文章精彩。他们便提到了裴艳琪，说她学问好，长得好，只可惜家境贫寒，在京城中也没有什么背景。冷风呼啸，他穿着一件破夹袄，哆哆嗦嗦地蹲在角落里翻书。听说你很穷，我给你找了个赚钱的门路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裴某就算再穷，也绝不卖身。想得美，我只是想让你做我的夫婿，放心，没有任何肢体接触，10天之后和离，还你自由。如此说来，倒是可以聊聊。小姐打算出价多少？10两银子。裴某虽不才，却也还是尚未许配人家的黄花大小伙。50两。非但是黄花大小伙，我还是个举人。100两。可是若与小姐成了亲，我就变成有婚史的男人了，以后再想一亲，只怕不易。一口价300两，你再不同意，我就找别人了。小姐放心，我会站在皇榜下面，任由小姐把头敲烂，也绝无二话。然而世事难料，你若是来找我破镜重圆的，那大可不必。裴某就算再没有底线，也不会和一个有妇之夫勾勾搭搭。想得美！我今天来是想问你，你能不能搞到酒牌？你要酒牌干什么？卖酒。你堂堂一个将军之女，又刚得了交夫美眷，怎么会需要卖酒啊？你就说行不行吧。黎三姑娘说笑了，裴某不过一介状元，尚未授予官职，我上哪儿给你弄酒牌去？分你一成立。可是酒牌发放归户部管，我与他们不熟。干股一成立，不需要你花1分钱本钱。那你对外不能说酒铺和我有关系，我还要做官呢。还有，如果亏损，我也绝不承担任何损失。成交。好，弄到酒牌了，我会去找你。酒牌的事情有了着落，李婉明心情大好。就在他哼着小曲回到城宅，想要去看看瓮晒的怎么样了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厨房方向冒出滚滚浓烟。他和萧静南连忙跑过去，只见刘嫂子挥舞着大勺冲出来。哪有往油锅倒水的？你不要命了？我从来都没下过厨房，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？没下过厨房你还有理了？谁家的姑娘这么大了，连个厨房都没进过？上一次洗衣服的事件之后，李婉明惊奇地发现，他俩不光是不会洗衣服，而是烧水劈柴、扫地做饭一概不会。这怎么行？一个菜户的女儿，什么家务技能都没有，那岂不是每天坐着干等吃白饭吗？李婉明就让刘嫂子和宋婶教他们做事，至少要把基本的生存技能全都学会。水，败家玩意儿！让你炒个菜，你把厨房给烧了。不用水，那你说怎么办吗？用锅盖扣上啊！哎呦，我的祖宗哦！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了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笨的。洗菜不会，切菜不会，炒菜呀能把灶台炸了，这洗碗能连摔3个，这多少家底够你们这么糟蹋的哟？没关系，人没事就好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只有晴岚一个人。采薇和子服呢？他们不是该一起帮厨吗？怎么不在？程家大老爷今天看到2老爷种菜，说要帮忙，结果不小心闪了腰，采薇姑娘去帮忙照顾了。哈？种地不是比种菜还要辛苦得多吗？为什么一个种地的人种菜会闪到腰啊？父亲的身体已经无碍，多谢娘子关心。关心？好吧，我身为儿媳妇，的确应该先关心公爹的身体。那子服呢？他去哪了？子服姑娘说她穿不惯粗布衣服，身上难受，回去歇着了。穿不惯粗布衣服？那他想穿什么？他上次借来的衣服还没有还回去。萧静南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。去，把子服姑娘请来。爷，妃奴多事，而是这土布衣服实在是太过粗糙了，奴只穿了一会儿就起了满身的疹子，又疼又痒，好生难受，这才想要回去歇一会儿的。萧静南顺着他的手臂看过去，只见上面确实起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。李婉明也走过去，这是风疹，我以前在闽地军中看到过。春桃，你带他去抓一些治风疹的药，再要些涂抹的药膏，清清凉凉的那种。春桃应了一声，便想拉着子服出去，子服却不肯走。他一双眼睛泪光盈盈，含羞带怯地看向萧静南。这土布衣服太扎人了，简直就不是人穿的，奴实在是穿不习惯。他大胆地捉住萧静南的手臂，萧静南一个箭步撤开。表妹这话说的有趣，我和父亲母亲穿的也是粗布衣服，难道在表妹眼里我们都不算是人吗？奴不是这个意思，毁王爷王妃，这是多大的罪名啊！我怎么敢这么想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表妹会得风疹和衣服无关，
而是身体太弱的缘故。以后每顿多吃3碗饭，再多加锻炼，相信以后自然不会再犯。不过我这几天观察，咱们程家的家风简直是糟糕透顶，四肢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好吃懒做，好逸恶劳，刁钻刻薄，拈轻怕重，这世间最低劣的品质，简直被我们家占全了。在场的人都惊愕地看着他，大气也不敢出。早就和你们说过，我们是农户，不是什么腰缠万贯的贵人，家境清寒，自当勤俭。世间万千百姓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，我们为什么过不了？刘嫂子和宋婶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，你们凭什么瞧不起他们？洗衣服是下等人干的活，粗布衣服穿不习惯，从来没有进过厨房。不如我找些人来，天天伺候你们，好不好？他这几天真是受够了。之前在宁王府，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，都是他的二婶管家。他竟是不知道，二婶把府里的丫鬟调教成了这么一个个眼高手低、鼻孔朝天的德行。之前以为扮演一个农户是件很简单的事，但没想到王府里的这些富小姐们一个个如此高傲，竟身段金贵到这种地步。娘子，萧敬南转向李婉明，我程家家门不胜，让娘子见笑了。哦，好说好说。李婉明正看戏看得起劲，没想到萧敬南忽然转向他。娘子以为我程家该如何整顿门风？我？娘子之前不是在闽地操持过家务吗？对这些应该很有心得吧？他想得很清楚，李婉明是他的妻子，迟早是要跟他回王府的。如果不提前整治这群刁奴，他以后只怕会受苦。我觉得要先把身体搞好。陆平和武耀这2个表弟的体格看着还行，但采薇、晴岚、子服3个简直是弱不禁风。那小细胳膊小细腿的，碰一下都能断了，还能指望着他们干农活？还有公爹抡个锄头能把腰闪了，谁家的世代农户会这样？说出去都让别人笑掉大牙。还有我那个娇滴滴的婆母，每天就是待在屋里长吁短叹，轻露饮愁，那身体能好吗？没有好身体怎么干活？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体育健身运动。公爹和婆母的年纪大了，每天早上起来可以先慢跑1刻钟，再打一套五禽戏。哦，对了，公爹从过军，应该会打吧？叔父和婶婶的身体看起来还行，但也需要加强锻炼，那就每天先跑个5公里吧。3位表妹嘛，实在是太过于柔弱，必须得上点强度。可以先从5公里开始，然后再慢慢加上蛙跳、往返跑、负重跑、高抬腿、五禽戏、太极拳。李婉明每说一个词，采薇3人的脸色就白上1分。至于你，再加上个长拳，也就差不多了。我也要？当然了，你自己身体什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可是我……怎么，你想反悔？刚才可是你让我整顿门风的。我是让你整顿门风，那让你整顿我呀，我都听娘子的。那好，那咱们明天就动起来。我们的口号就是我健康，我快乐。转眼间已是人间4月天，这1个月，程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无与伦比。宁王妃第1天散步的任务只完成了1/10，她在清辉堂的小院子里彷徨无依地转了1圈之后，就连声喊累，虚弱无力地回去躺着了。宁王爷稍好一点，在院子里耍了1套拳，然后也说腰伤未愈，需要静养。至于采薇、晴岚、子服，在前500米的长跑训练当中，3个人晕倒了俩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李婉明迅速调整了训练方针。前1天的任务没有完成的，第2天早半个时辰起床；前1天的任务完成了的，第2天的任务可以删掉1项。连续3天完成任务，休息1天；连续3天没有完成任务，只许吃白饭，没有菜。当年他二姐就是这样训练他和他大姐的。程家的人远没有他们那么坚韧，第3天就全服软了。从此每个人都老老实实的锻炼身体。每天上午，程家的大宅子里打拳的打拳，跑步的跑步，非常的热闹。只有一点，家里的饭下得飞快。当刘嫂子再一次和他提到米缸见底的时候，李婉明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是问我们从琅琊来带了多少钱？没多少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原本他们是计划在花朝节之后就返回琅琊的，但是李婉明搬过来了。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回王府，钟叔和于嬷嬷他们总不能继续待在这里。几个人一合计，都觉得反正地也种了，布也跑了，该受的罪都受完了，干脆就索性待在这里吧。更主要的是，宁王妃看到在李婉明的训练下，大家的身体体质都有了提高，尤其是萧敬南，他的脸上慢慢有了健康的红晕，心中高兴，便觉得住在平康房里也没什么不好。算账啊，我们一大家子10几口人，每天光吃饭的开销就要30文，这还不算上柴火、衣裳、洗漱、家居日用等等。夫君他现在不赚钱，婆母和公爹也是闲着，我猜你们应该也不好意思白吃表叔家的饭，只能是依靠琅琊带来的积蓄度日了。所以我要问明白，咱们还剩下多少钱，后面也好早做打算。
沉吟半晌，1两，那最多还只够花1个月的。不行，我得立刻找点赚钱的门路。酿酒是来不及了，我配料还没调好呢。哎呀，这个月中又赶上祖母生辰，需要买礼物回去给她贺寿呢。我得找个地方干一票大的。出门去了。我其实想说100两的。对于李婉明来说，其实赚钱的门路非常多，只不过都不太正常罢了。我如今是程家的媳妇儿，严格来说算程家的人。一个农户家的儿媳妇去赌房里摸2把，能算个什么事儿吗？走，重操旧业。一个下午，李婉明都坐在逍遥赌房的台子前面，赢够了全家1年的花销。李婉明，你身为将军之女，去来这种阿杂之地，是不是太不洁身自好了？你进去玩2把？我从不踏足此等乌烟瘴气之地。是吗？那你的人生还真是无聊。李婉明转身想走。等等，你的东西不要了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乌木小牌。酒牌？你搞到了？说好了，一成立。放心好了，我向来言而有信。那我上月是被谁抛弃了？这个月16是你祖母寿辰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先前被点了翰林院编修，有一个要好的同僚叫韩礼泽，他的父亲韩鹤官拜兵部尚书，恰好是你父亲的上级。他4月16要随韩尚书去你家吃酒，邀我同去。你同意了？还在考虑。你别去。他的表情仿佛他是什么见不得光的猥琐前任。我就去。你别去。我就去。你别去。我就去。哼，这么赔着面子又不赚里子的做法，他图什么？可能状元那玩意儿就不是正常人考的吧。回到城宅之后，李婉明没有回洛雪轩，而是先提着2个小纸袋去了清辉堂。之前有一次，他在厨房撞见了秦岚，对方手里端着一只炖盅，见到他进来之后吓了一跳。这么晚了你在厨房干什么？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秦岚言辞闪烁，支支吾吾的。里面装的是燕窝，炖给表姑喝的。燕窝8000银子1两，足够全家人半个月的伙食了。表嫂，这里面都是碎盐，陈年旧货，是别人不要的，没那么贵。婆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她是知道的，气血亏损，听说是当年生程立清的时候落下的病根。燕窝补血益气，倒确实很适合给她养身体。人家秦岚一个远房的表侄女都知道惦记长辈的身体，她身为儿媳妇却完全没有想到，实在是她的失职。以后白天来炖吧，晚上太黑，小心烫着。世子妃居然没有骂我，没有嫌我浪费钱，这是我走狗屎运了，还是世子妃转性了？清辉堂，宁王妃正在小口小口地吃着一碗鲜肉鼻息馄饨，听到李婉明进来，忙让于嬷嬷将桌上的碗收起来。好烫！李婉明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婆母正捶着胸口，使劲抻着脖子。婆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婉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给婆母买了2两上好的燕窝，婆母炖来吃吧。你居然会同意我吃燕窝？我在程家人眼里究竟是个什么形象？铁公鸡吗？以后要吃燕窝的话，尽管让采薇和秦岚来找我支取银子买，不要再买那些碎燕了，里面沙土太多，吃着硌牙。他将手中的纸包放在桌上，说完就出去了。回到洛雪轩，春桃正在给他准备寿宴上要穿的衣服。娘子看看好不好看？这个皮相世间无双，还行吧。不是说去给祖母买寿礼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买寿礼需要钱呢，我当然是先去赚钱啦。忙了一个下午，累死我了。这么多，姑娘你还是那么厉害。哪里，比起以前差远了。哪来这么多钱？赢回来的呀。他把这一下午如何在赌场大杀四方的经历简单的说了一下。你会牌九？何止是牌九，骰子、六博、双落、马吊、摇钟，就没有我们家姑娘不会的。当年我们家姑娘可是号称闽店女赌神。萧敬南张了张嘴，似是想说什么，可是怔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可惜不能一直用这种方法赚钱，要是我娘知道了，我再重操旧业，只怕会打断我的腿。袁夫人性情刚烈，一方面非常护短，极其爱护3个女儿，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她们姐妹犯了错，她也绝不轻饶。娘子，辛苦你了。如果不是他们有意欺瞒，李婉明也不用如此费尽心思。娘子放心，祖母的寿宴上，我也会帮你解决一个大问题的。什么问题？当然是娘子一直都关心的问题。4月16，李母寿辰。我婆母是晚辈，怎么敢劳动您老人家过来给她贺寿？来，四姑，扶着太爷爷往前坐。不忙。李三太爷拦住他。我知道今天这个场合，那个小松子要招呼的人多，前面的座位啊，那都是要做大官的，我们就不往前凑了。那官场上的事儿我帮不上忙，
怎么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？说着，他从旁边的人手里拿过一个小包裹，打开以后，匣子里放着一只蝴蝶双飞的嵌宝发钗。上次呀，我知道三丫头已经嫁人了，没来得及准备，这回呀得补上。你们别瞎寒酸啊，就当是给她添嫁妆了。使不得，这是给三丫头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你要是不收，就是嫌弃我们这帮穷亲戚了。袁锦秋这才收了，连声道谢。自始至终，李母都矜持地坐在屋里，看着儿子和儿媳妇忙活，连个招呼都没有出来打一下。哼，辈分比我大又怎么样？我才是今天的寿星，本就应该所有人都过来给我见礼，怎么能让我出去招呼？更何况，自从上一次入赘的事情后，他心里一直对黎家的这位三太爷有些疙瘩。如果不是黎如松坚持，他今天根本都不想请他过来。一个倚老卖老的死老头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黎家的大家长了。贺氏窥他神色，知道他是在和黎三太爷置气。很好，李母和黎家宗族的关系越不好，他的孙子就越有可能过继过来。姐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，又鲜亮又精致，显得姐姐的气色好得不得了，都快赶上那些皇宫王府里的贵妇人了。净瞎说，你见过那些皇宫王府里的贵妇人呐？李母的表情总算好看了些。哼，你看这个，这可是狗头金打造的，足足3两半呐！哟，这么沉呐！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重的金项圈，也就是姐姐这么好福气的人才能戴，换了我呀，只怕都压不住。李母的心里越发受用，整个人都喜气洋洋的。上午4时，李婉明带着萧静南一家到了。娘，看来宋婶给他传回来的信息不错，在程家的生活虽有波折，但并没有受到什么苛待。我的女儿啊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你这出嫁出的匆匆忙忙的，连个回门都没有，为父可想死你了。怎么样，那小子有没有欺负你啊？公婆没给你气受吧？要是有的话，你可得告诉爹呀，爹给你撑腰。人家的父母就在后面站着，你在这里说些什么？有这么当面蛐人的吗？辛苦亲家了，还专门跑一趟，快进去坐。你祖母在里屋，先去见过祖母，这是礼数。哦，虽然他准备了厚礼，但其实并不太愿意见到李母。李母看见那个金手镯后，眼睛亮了一瞬，紧接着就转开了头。看着成色也不怎么样，先放那儿吧。李婉明丢下手镯，转身就走。婉明刚到院子，就看到柳依依站着门口冲他招手。快让我见见你的那位夫郎！你不知道，我这段日子在京城里啊，听到的全是你的传说。他们说你绑架捉婿，结果捉来的夫郎又穷又蠢又懒又弱，唯独长得还算可以。要不是最近家里的生意实在太忙，我早就想冲过来看看了。李婉明扯动嘴角，牵来萧静南。就是他，这叫长得还可以啊！那群女人的嘴啊，真是不能相信呢。如果这才叫长得还可以，那他们的夫郎就得是天下的谪仙了。不，天上的谪仙也没有这么好看。可以吗你？找到了这么好看的夫郎，以后饭都能多吃2碗了。萧静南始终保持着客气的微笑。这姑娘上次在鸿宾楼说我不能人道，我可还记得呢。黎家大门处，吏部侍郎的夫人郭氏带着女儿郭新月走了进来。黎家虽然官阶不大，但2位女婿皆是高门，你今天要收起你高傲的性子，不可小觑了他们。是。郭夫人进门以后，先去给李母见礼。郭新月懒得应对，便推说坐了一路马车，闷得慌，想在园子里逛逛。如果不是听说今天裴艳琪要来，他根本不会过来。裴中央不会真的心有所属吧？该不会是这个李婉明吧？不行。看到郭新月到来，孙妙清倒是很高兴。郭大公子没有来吗？一个7品官的女儿，也敢妄想和我们家攀亲？不过是前段时间家里一个长辈的酒后戏言，他竟还真当真了，也不买块镜子照一照，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表姐昨天来京城了，她与我哥哥自小青梅竹马，我哥哥当然要在家陪她。你表姐郭公子？对呀，我表姐人长得美，又善说话，父亲还是属阳郡守，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。她的每一句话都是专门往孙妙清心窝子上戳。如果不是看在黎将军的面子上，她根本理都懒得理他。偏偏这个蠢女人好不自觉，像个巴尔狗一样，天天都往她身边凑，甩都甩不掉。承平郡主到。承平郡主，霍大将军的遗孀，宁王爷的亲妹妹，大圣朝的1品诰命夫人。她怎么会来黎家？黎如松和袁锦秋对视一眼，他们和承平郡主素无往来，为什么郡主今天会来？但是来不及多想，2人马上出去迎接。
大门外面是一整副的金宝璀璨、描金带紫的郡主仪仗。其实承平郡主并不是皇家的血脉，而是宁王这个异姓王的妹妹。但是早年南疆一战，她的丈夫儿子全都命丧沙场，世宗皇帝怜她一人孤苦无依，收了她做义女，赐一品诰命夫人。于是承平郡主便成为了先帝名义上的姐姐，当今太后名义上的大姑姐。如今的大圣朝，她是了除太后以外最尊贵的女人。今天婆母寿辰乃是私宴，并不是什么重大场合，为什么承平郡主会如此声势浩大？这看起来不像是贺寿，倒像是特地来耀武扬威的。莫非是我们夫妇二人什么地方不小心得罪了郡主？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由于跑得太急，他出大门的时候还被门槛绊了一脚，差点摔个狗啃泥。这就是郡主娘娘啊，长得可真俊，大胆刁妇，见到郡主竟敢无礼！郡主的亲卫们也唰的一下抽出雪亮的长刀，几乎横在李母的脖子上。小民不敢，小民不敢。免礼。李母这下学乖了，不敢抬头。一双飘色蜀锦流苏坠珠鞋从她眼前缓缓走过。婉明，小妹。李婉明猛地抬头。大姐二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说了你可能都不信，是承平郡主下令要我们来参加祖母寿宴的。李婉明下意识望过去，看到承平郡主也在打量着她，仿佛是婆母在看未来的儿媳妇儿。我亲婆母都没有这样打量过我。早就听闻黎家女儿亲自绑下捉婿，为本朝佳话。本郡主早就想来看一看，今日得知黎家祖母寿宴，便见这个机会见上一见。他指了指李婉欣和李婉墨。本朝素来奉行孝悌之道，祖母过寿，孙女儿自当前来相贺，所以本郡主便顺道将两位娘子接来了。希望黎将军不要嫌本郡主多事。不敢。袁锦秋看到郡主的表情没有异样，还带了自己的2个女儿回来，不太像是来找麻烦的，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。郭新月站在院子中，招手让孙妙清过来。黎家和郡主有救？不知道啊，从没听黎伯父说起过。这个蠢女人可能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看来我之前是小瞧了黎家了。没想到一个从4品将军的小门小户，居然也能和郡主搭上关系。以后见到李婉明，他可能要佯装客气一些，从李婉明的口中或许能套出黎家与郡主甚至与皇室的关系。李婉明给郡主敬过礼后，便拉着2位姐姐飞快地回了自己的听雪轩。怎么样，你们过得好不好？你婆母还为难你吗？你夫君呢？他可抬了那外室进门。这2年来，他偶尔还能见到大姐李婉欣，但二姐李婉墨却是自从出嫁之后就再未见过，让他的心里焦虑不已。他要是敢抬那个女人进来，我就像揍他一样，也把那个女人揍得满脸花。你真的打人了？我听说你和妹夫成亲没多久就大闹了伯爵府，还当是谣传呢。你竟然真的打了自己的夫君？打了又怎么样？那男人一家子都不老实，骗了二姐姐嫁过去，他自己还拈花惹草，把他的腿打断都不冤枉。就是啊，他们还让我喝那个通房的妾室茶。我说啊，想让我喝可以，只要他能舞得动我手中的这杆银胆枫叶枪，我就喝了他那杯妾室茶。他舞了吗？舞个屁呀！就他那弱不禁风的体格，就跟个小鸡仔似的，怎么可能提得动我的枪啊？可是二妹，我听说他们把你关起来了，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折磨你？有没有克扣你的吃食？他们倒是想，也得有那个本事啊！就凭我手中的这杆枪，那一家子废物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至于关起来，他撇撇嘴，婆母说我心不静，让我到佛堂抄经静心，这样也好，不用见到那个贱男人，我也能过得舒坦点。你们放心，我虽然是被关在佛堂，但毕竟也是他们何家明媒正娶过去的儿媳妇，他们不敢苛待我的。可是这样下去终究是不妥，你和妹夫闹得这样水火不容，以后可怎么办才好啊？以后当然是能和离就和离，说是实在和离不了，就想办法逃走。说着，他把自己的卖酒赚钱计划告诉2位姐姐。不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呢？虽然本朝不禁女子经商，但终究是不妥。姐姐没事，姐姐很好，不需要你救。哎，小妹这个想法很好啊！你酿的酒在闽地就很受欢迎，那在京城也一定能大卖。到时候咱们就是大圣朝第1女富婆。不过，他又皱了皱眉。逃走不是难事，难的是逃走以后。那贱男人的父亲是辛远伯，如果我逃了，伯爵府只怕不会放过你们。如果不是顾及到爹娘和你们，我早就跳墙走了。就他们家那矮了吧唧的院墙，怎么可能困得住我？所以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。我想先把钱攒起来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3姐妹在屋里一阵叽叽喳喳的讨论，
丝毫没有注意到窗户外面有2个人已经站了多时。承平郡主慢慢的从窗边退开。哼，想不到这黎家的女儿倒有几分血性。我的眼光自然不会有错。刚才在黎家正堂，承平郡主落座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说要见一见那个传说中让家里姑娘亲自捉来的女婿。见到萧剑南之后，他连声称赞，说和自己眼缘，又赏了2串珊瑚手串。现在外面春光正好，本郡主想去园子里逛一逛，你可愿陪我一起？恭敬不如从命。2人并肩离开。郡主那般眼界，怎么会看上他啊？黎将军真是好福气啊，招来的女婿入了郡主的法眼。看了黎将军以后呀，要青云直上喽。哎呦，你们家真的没有跟郡主沾亲？你再好好捋一捋，说不定有哪一辈有个拐弯抹角的姻亲呢。诸位，我家祖上8辈都是皮农，怎么可能和承平郡主沾亲呢？我倒是想，那人家也得愿意呀。宁王爷和宁王妃坐在院子里，自在惬意的饮茶。小妹一直说要看看靖南的妻子，这下可算见到了。我刚才瞧着他看婉明的眼神，应该是还算满意。我们靖南娶个媳妇多么不容易，他敢不满意？他一直说我们住在平康坊是胡闹，你说他会不会告诉黎家？不会，靖南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也是当成自己儿子一样。他知道靖南娶妻关乎性命，他一定会尽力帮我们遮掩的。我以为你娶她只是为了破除那个谶言，保住性命。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她是黎将军的女儿，陛下再过2年就要亲政，太后不会轻易的把执掌已久的权力交还给她。可如今朝堂之上，放眼望去，竟然满朝文武有70%以上都是太后的人。陛下想要拥有自己的人，只能从外地调遣，朝中之人皆不可信。我看过黎如松的履历，并不出色。姑姑有所不知，闽地多山，民风彪悍，能在那种地方剿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何况……萧敬南略一沉吟。闽地靠近南疆，你想收复南疆失地？不是想要，而是一定。我3个哥哥都死在那里，我父王的腿也伤在那里。南疆是我此生必夺之地。南疆，萧敬南和南疆外邦的那几个小国有血海深仇，他又何尝不是？你今天巴巴的把我叫来，还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去国子监祭酒陈家和新远伯何家，把2位黎娘子接来，总不会为了是想将他的父亲收归己用吧？用人的事情先不急，婉明的心结是2个姐姐，我为人夫君，自当替娘子分忧。承平郡主为什么会去接你们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当时我正在院子里耍枪呢，突然门就开了，那渣男过来问我认不认识宁王府的人，我以为他发疯，懒得理他，转身想回屋，谁知道他竟然拉着我不让我走，我就回手一枪就砸在他的肩膀上，那渣男疼得龇牙咧嘴的，然后呢才哭着告诉我说承平郡主派人过来接我，让我和他一起来给祖母祝寿的。我婆母也和我打听了半天，还让我好生服侍郡主，千万莫要失了礼数。李婉明想了一会儿，想不明白。表面上承平郡主说是因为他绑下捉婿名动京城，特地来看他的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个借口。承平郡主是霍大将军的遗孀，闽地又靠近南疆，会不会是爹爹和娘亲在军中的时候和霍大将军有过来往？3个人嘀咕一会儿，都觉得只有这个说法解释得通。可是如果爹爹认识霍大将军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呢？要是有这么一棵参天大树罩着，陈家和何家怎么敢这么欺负我们？李婉墨想起了什么。我出门的时候，那渣男和我公婆全家都站在门口恭送，好像我要到宫里去接诰命似的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你回去之后一定不能告诉他们实情，不论他们问什么，你都要模棱两可，不说是也不说不是。知道，我只说郡主呢好像很欣赏爹爹，是专程来给祖母贺寿的。对，大姐姐你也要这么说，有了承平郡主撑腰，那个老钱婆肯定不敢再为难你。说谎不太好吧？这不是说谎，是陈述部分事实。小妹说的没错。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姑娘，外面好像又来了一个大官，特别大，老爷和夫人叫你们过去呢。兵部尚书韩赫骑着马，慢悠悠地来到黎家大门前。门口有些杂乱，好像所有人都慌里慌张的，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。这就是你向本官举荐的良将之才。郑廷瑜登时出了一头冷汗。黎如松为人温和爽朗，素有儒将风采，他夫人袁锦秋更是女中豪杰，骁勇善战。当年收复闽地72战，就是他夫妇的头功。可能今天确实是太忙了吧。黎如松，你疯了吧？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把兵部尚书请来，你居然敢这么轻慢，以后还想不想在官场上混了？裴彦琪跟在后面，有些奇怪。那李婉明虽然胆大妄为，
但据他有限的观察，黎家主仆之间的行动配合都很有章法。黎家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我们进去便知道了。韩鹤进去之后，傲然往大门处一站。李如松何在？不知尚书大人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，真是该死。郑庭瑜急匆匆地拉过他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韩大人要来吗？你怎么能坐在屋子里面动都不动呢？不是我不动，实在是屋子里面走不开呀。黎将军好大的官威，看来以后得本官给黎将军见礼了。不是下官不懂礼数，是屋子里面那位贵人让陪着聊天，不让下官走。贵人？哪位贵人有这般大的威势，竟让来门口迎接下本官都不行了？是我让黎将军陪我聊天的，怎么了？承平郡主。韩鹤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郡主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韩大人，你如今好生威风，怎么，本郡主想找人聊个天，也要经过你的允许？不知承平郡主在此，是韩某造次，请郡主恕罪。霍萧炎曾被称为国之柱石、大圣战神，如今大圣朝的军中将领有一半都是他在世时提拔上来的，是以霍家在军中威望极高。后来霍家满门都丧命在那场战役当中，只剩下这么一位遗孀，所以军中的人不论是谁都要给承平郡主几分面子。得罪了他，就是得罪了大圣朝的军中武将，自己的这个兵部尚书怕是就当到头了。起来吧，进来说话。承平郡主转身进屋，韩鹤擦擦额头上的汗，刚要弯着腰跟着往里走，忽然又在院子里的宾客席上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。宁王爷，还有宁王妃，不，他们为什么穿着一身土布衣服？这看上去像个农户啊！这肯定是前天晚上喝多了，这酒还没醒，才会在黎家看到承平郡主，还看到王爷王妃的。恍惚之间，韩鹤看见宁王爷偷偷地冲他使眼色，还比了一个虚的手势，这意思很明显是让他什么都不要说。可是为什么呀？惶恐不安地跟着进了屋子，黎如松还邀请他上座。哎呦，这怎么敢坐呀？这上手的位置是承平郡主，我这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坐在他旁边啊？那何况王爷和王妃还在外面待着呢，我怎么敢安安稳稳的坐在正堂里面的位置啊？最后是承平郡主发话，才让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自己的右手边。韩鹤这才汗流浃背的坐了半个屁股。过了一会儿，黎如松带了自己的女婿过来给韩尚书见礼。宁王世子是黎如松的女婿，他就是女儿从黄榜底下捉回来的穷鬼。见过尚书大人。他吓得忙跳起来。我不敢。嗨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小辈给您见礼不是应该的吗？好，现在啊，咱们人也到齐了，我把我的亲家叫进来，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宁王爷因为有腿疾，基本上不上朝。宁王妃和萧静南更是身体不好，很少出来走动，因此在京城当中认识他们的人少。所以这满院子的人当中，除了承平郡主和韩尚书，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份。众人只看到黎如松从院中拉进来两个农户打扮的人，而下一刻，承平郡主和韩尚书全都站了起来。这一站，满屋子的人哪里还坐得住，全都慌忙跟着站了起来。承平郡主心中一凛，知道自己这个下意识的举动给兄长惹麻烦了。农桑是江山社稷的根本，陛下和太后极其重视。听闻黎将军将小女儿嫁给了一户农户，都称赞黎将军不恋权贵，极有风骨呢。这宁王爷是农户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还是说现在的皇帝和太后真的重视农桑，所以皇亲国戚流行扮演农户了？我这怎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啊？承平郡主给宁王爷和宁王妃赐了座，又语气温和地问如今狼牙的收成怎么样，天气怎么样，农政可执行得到位之类的。宁王爷一一作答，只苦了韩尚书。他在那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。百姓是朝廷的基石，今日既然是家宴，论理便该让亲家翁上座。什么？我的寿宴我都捞不着上手的位置，现在要让那个兜里没有半个子儿的老穷鬼上座？不行！凭什么？我绝不允许！众人对视，没有人想到竟然有人敢当众驳斥承平郡主。为何不行？我只是待在后宅的老太太，怎么敢顶撞郡主啊？我一定是失心疯了。不是。郡主娘娘息怒，我姐姐的意思是，郡主是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和一个普通的百姓一起坐呢？她身上又脏又臭的，在熏着您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
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对陛下和太后而言，我等都不过是臣子。陛下和太后尚且会在重大节庆之日与民同乐，更何况是我等？你这么说，是想污蔑本郡主有僭越之心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自己比天家贵胄还要尊贵？郡主恕罪，草民没有这个意思。郡主娘娘的爱民之心，草民感激不已。只是草民是农户，在外面自在惯了，坐到屋子里面反而拘束。郡主还是让我们坐外边吧。他对黎如松夫妇印象极好，不想让他们因为两个愚蠢的长辈在众人面前没脸，便偷偷的使眼色给程平，让他见好就收。既然如此，亲家翁请自便。黎如松夫妇擦擦头上的汗，拉着李母和贺氏起来，又再次安抚众人坐下。都快开席了，婉明怎么还不过来啊？我刚才已经让春桃去叫了，应该快来了。这时，一个小丫头急匆匆来报：老爷夫人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三姑娘和表姑娘打起来了。萧静南听了，二话不说就向后院跑去。快拦住他！今天的局面已经够复杂了，他就别再添乱了。再说，女人打架，他冲得这么急干什么？柳依依本来是打算去找李婉明的，黎家的这场宴席来的多是黎如松的同僚，官场上的事情他没兴趣，便自己跑到后面去玩。但是后来听说承平郡主驾到，还把黎家大姐和二姐带了回来，他惊喜不已，就也急匆匆的想去看看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后面有人。你长没长眼睛？你看不到这边有人吗？他刚才陪着郭新月在前面给承平郡主见礼，承平郡主连理都没理他们。你在黎家住了这么久，却连黎家的底牌都没打听清楚，到底是隔着那么多层的亲戚，有什么私密的话，人家也不会告诉一个外人。这话夹枪带棒，句句戳在孙妙清心窝子上。贺氏说，只要孙炳文过继成功，他就有了终身的依靠，满京城的才俊任他挑选。可谁知道孙炳文什么时候能过继？难道孙炳文一天不过继，不就一天不嫁人了吗？院子里人多，两人都不够资格去正堂，只好再回到池塘边来，想着随便玩些什么打发时间。谁知道刚走到这儿，就被柳依依劈头甩了一脸水，还勾坏了郭新月的衣裙。你会不会说话你？谁背后能长眼睛？你长出一个来我看看。明明是个赖在黎家吃白食的，还把自己当正经小姐，天天没事找事。把郭姐姐的衣服弄坏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切，不就是一件烟罗紫繁花丝织就的苏绣望仙裙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微微俯身查看郭新月裙子上被勾坏的锦缎丝线。不过你这件的刺绣确实麻烦，苏绣本就精巧繁琐，繁花丝又细，补是补不好了，我赔你一件吧。哼，你知道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巧了，我还真知道，因为我家里就卖出去过一件，也就100两银子吧。他拔下头上的金钗，我今天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先把这只发钗抵给你，剩下的钱你回头来柳记绸缎庄找我要就好。郭新月没有接，只冷冷地盯着他。黎将军交朋友真是不拘小节，什么三教九流上不得台面的人都往家里带，不知道还以为黎家是收容所呢。你说什么？哼，你没听懂吗？说你是三教九流的破烂货呢，一个商贾之女也配往黎家跑？柳依把手中的金钗丢在地上，上前抓过孙妙清的头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说我？李婉明走到池塘边的时候，正看到两人扭打，一边抓着头发，一边掐着胳膊，难舍难分。啊！孙妙清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在我家还敢欺负我的朋友，以为我李婉明是吃素的吗？李婉明二话不说，上去就加入了战团。众人赶到的时候，正看到3个女孩打成一团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呢？松手！3个女孩这才被拉开，愤愤不平地瞪着对方。怎么回事？那位姑娘弄坏了我的裙子，还辱骂我们。孙家妹妹辩驳了几句，她就动手打人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先说我三教九流的。难道你没有弄坏我的衣服？不是你先动的手？我什么地方说的不对了？众人对他不禁生出几分同情，便也更倾向于相信他的话。明明是你先骂我的。哼，你这姑娘也太蛮横了些，别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难道就要动手打人吗？女孩子们之间体具口角，怎么就值得闹成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萧静南给李婉明披上衣服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不过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依依吃亏。刘依依小声把事情的经过和他们讲了一遍。明明是他们先骂人的，还有人先告状。原来如此。黎将军，黎夫人，原本你们家的姑娘打架是你们黎家的事儿，我不便多嘴。可我家老爷
管任吏部侍郎一职，有平定百官的职责。若我不告诉他，显得我有意隐瞒。李如松看到李婉明的头发都散了，只顾着心疼。对，我们家姑娘打架是我们家的家教不好，和你没什么关系。什么情况？李如松的反应怎么和我想象中不一样？他原本想着说明厉害，表达自己的为难之处后，再言明郭家无意与黎家为难，不会参他教女无方的，卖个顺水人情，让李如松欠他们家一个人情。郭姑娘，我是弄坏了你的衣服，可我已经说了要赔给你了呀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郭姑娘到底想怎么样？说个章程出来吧。我不知道。装什么装？你刚才骂我三教九流上不得台面时候的镜头呢？堂堂侍郎之女，开口竟是这些粗俗下作之词。本郡主看郭侍郎家的家教也不怎么样。这么点小事怎么会惊动承平郡主？我没有。郭新月此时已经有些害怕，可事到临头，他也没有办法。是他信口雌黄，污蔑臣女。柳依依不过一个商贾之女，想来承平郡主不会为了她为难自己这个吏部侍郎的女儿的。是不是污蔑？去京兆尹审上一审便知道了。京兆尹为了这么一点事，要把我们送去京兆尹？郭新月紧紧抓着郭夫人的胳膊。郡主，不过是小女儿们之间的玩笑，不用闹到京兆尹吧。按照我朝律法，诽谤而毁人清誉者，杖30，洗1年。郭姑娘是朝廷重臣之女，事关郭家家教和郭侍郎的官声，不可不查。他眼神又掠过柳依依。你可敢保证你所言属实？你女若是有一句戏言，天打雷劈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带他们去京兆府。承平郡主的声音似9天之上的冰雪般从郭新月的头上落下。我提醒你们，本朝有诽谤反作的规定，若是被查出来有人说谎造谣诋毁他人，那造谣者要杖100，洗3年。我不去，娘，救我！郡主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啊。郡主可否听裴某一言？怎么，裴翰林要来说情？那倒不是，只不过此事发生在黎家，若是真的闹上了京兆府，只怕会让黎将军误会。何况此事是涉2位官家贵女，传出去也难免让人诟病我京城官员的家教。你待如何？天子门生，他需要给几分面子。此事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事人是否追究。若当事人不想告，自然是民不举官不究，私下谈成赔偿协议也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方案。柳姑娘，你是这件事情的事主，你想私了了，还是去京兆尹？我当然不想去官府了，我早就说了要赔他衣服，他不要啊。我要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捡起地上的金钗塞到他手里，剩下的钱到柳记绸缎庄去找我要，记住了没有？到时候可别说我没赔你钱啊。承平郡主望了一眼萧静南，那此事也按照裴翰林的意思办吧。今天是李老夫人的寿宴，我要扫了老夫人的兴致。